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2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7.93，收盘价是200.86，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1.99。最低价是在191.78，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918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06倍，量增。KD 值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快线下穿了慢线，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多头趋势开始回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多头趋势的回档中。那这样一根 K 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通常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那通常我们会把这样的线型称作叫锤子线。那如果说日后股价能够开高走高，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锤子线的最高，那我们说股价将会说止跌成功，然后会出现继续上行。但是呢，这样的线型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高档，也就是在高档的位置，那这样的线型还可以称作叫吊人线。吊人线呢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我们举个例子，例如在2月15日这根 K 线就叫做吊人线。那吊人线在高档出现这样的线型，我们说一下这个线型线型就是说含有长长的下影线，然后下影线的长度呢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上影线很短，或者说是没有。这样的线型，在高档我们称作叫吊人线，在低档我们会把它称作叫锤子线。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描述。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K 线看作是在高档，是个吊人线，那日后我们会看到收盘价跌破了吊人线的最低，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的4个交易日它都是一个下行的走势。所以呢，对于2月22日这根 K 线，我们如果把它看作叫锤子线，它会变盘向上。如果我们从大的趋势来看是在高档，那我们如果把它看作是吊人线，那日后股价有可能会是继续下行。那继续下行，如果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吊人线的最低呢，我们说股价将会继续下行，或者开启一波新的下行的走势。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会出现平盘，收盘价会在197。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给出2个方向，一个是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收在189附近，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0的。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说股价会出现止跌，收盘在201附近。
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低于192的。那实际在2月22日，它的收盘价是在200.86出现了止跌。那我们预测的点位啊，不仅和实际发生的点位相接近，而且走势也基本相同。对。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2月22日这根 K 线啊，是在我们给定的2个观察线，一个是在202附近，另外一个呢是在190附近。也就是说，股价呢在2月22日是在这个范围内运行，并没有选择突破。但是当日的这个 K 线出现了我们叫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并且呢有量增的现象，收盘价在高位。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先看后续股价的上行。那对于2月23日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它的目标依然是217这个水平线。我们说，只有股价日后站上217呢，才会启动一波新的上涨的走势。那在到达217之前，在202附近，这是一个压力位。在2月23日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125日均线值，包括前高，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均线值，就是5日均线值，都聚焦在202这个位置。所以202这个位置呢，将是股价要到达217之前的压力。还有一个压力位就是2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10附近。所以股价上行的2个压力位就是202和210。好，那么我们把这条红颜色的水平线呢，我们调整到202，我们下移它。好，在这个附近。那这是第一个目标。那股价如果站上217之后呢，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37。我们之前的视频都多次提到过。那我们等股价站上217之后啊，我们再讨论237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在2月23日，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它的目标依然是187。在到达187之前呢，我们说20日均线值和2月22日这根 K 线最低在192附近将是支撑，这是股价要到达187的之前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好，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那如果跌破了187呢，接下来的目标依然是162。那在到达162之前，我们给出一个支撑，是在182，会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我们指的是在跌破187之后，在到达162之前，那182将是强支撑。好，那么对，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187这第一个目标啊，它实际上是股价下行第一个目标。那从整个趋势来看，它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因为如果我们从1月31日162开始算起，到2月16日这根 K 线最高187，正好是这一波。因为1月31日，这是股价回档后起涨的第一根 K 线。那直到今天这一波上涨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然后它的50%的成本线也正好是在187。所以这个位置如果不被跌破呢，我们说股价会
回档成功会继续向上。那一旦187这个位置被跌破，那股价下行的目标一定是要测试162的。那不管它是否能够到达162，但是它下行的目标一定是要测试162。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的一个说明分析。对，好，那对于2月23日，我们在盘中要关注2个点，一个就是上方我们说的202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包括其他各均线值和前高都在这个地方了。然后下方我们要关注20日均线值是在192附近，我们把这条线上移，我们不是上移趋势线，我们上移水平线，准确的说是在192.5这个位置。好，实际上和前低是重合的。那在2月23日啊，我们要关注这2个位置。那如果能够站上202呢，我们说股价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也就是192，那我们说将会继续下行。那否则呢？否则股价可能依然会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横盘。对。好，以上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好，那在前一个交易日，我们说所有的持仓位由于2月21日的这个收盘价跌破了2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所以说在之前的一个交易日收盘之后啊，我们之前所有的仓位都是停损出场了。还有之前强反弹的也是被止损出场了。好，那么如果说在前一个交易日没有停损或止损出场，目前可能还会有持仓。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要继续说这个之前的仓位的管理这个之前的这个仓位建议呢？因为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月17日。我们这个视频说到下一个交易日的时候，我们给出的停损位、止损位都是在197，而到了2月21日，它的收盘价虽然跌破了前低，但是它并没有跌破我们之前给出的那个停损位197，包括止损位也是在197，但是在2月21日当日这个视频。我们给出的操作建议是不再考虑197，而是考虑的这个收盘价已经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所以我们要遵守那个距离要出场。但是呢，也可能会有我们的网友自己有交易系统，那他有可能会继续守197，有可能他会守更低的位置。那目前还在有持仓的呢，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网友呢，我们在今天的视讯当中，我们再给出叫做我们叫预警的点位吧，这不应该是叫建议了。对，所以今天我没有再描述之前的操作，那已经结束了。好，那对于2月23日仍然有持仓的，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短线操作。对，那我们应该是守20日均线值是在192附近，或者也可以守187，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位置，正好是这一波上涨50%的成本线。对，
那如果我们把这些 K 线全部合并之后呢，那它的50%成本线是这一波涨幅的强支撑。那强支撑一旦被跌破，一定会继续下行。所以目前股价是在一个回档。那如果我们仍然有持仓呢，我们可以守20日均线值，或者守187，这个我们指的是收盘价。好，这是我们对之前的操作，或者对目前还有持仓的仓位的一个叫做技术上的预警吧，也叫建议。好，那在后期的视频呢，我想我依然会在提到技术上操作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我们建议的这种进场呢，我们都会给出目前如果还有持仓的一个停损点。对，好，这是操作上的第一部分内容。那么好，那对于2月23日说目前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是否可以进场？那对于2月23日说，我们目前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那在这里我想再说明一下，进场抢反弹一定是在第2个交易日要出场的。对，那除非我们说我们可以进场做多，那么在第2个交易日是可以不出场的。那我再说一下区别。进场抢反弹是在2月22日收盘价是200.86，是可以进场的。目前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是盘后已经收盘了，是在202.67，那也就是在202附近，也就是在这个区域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目标是209，止损要设在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92，对，或者我们叫精准一点，叫191.5，我把它记录下来。对，然后进场的仓位是不可以超过5%的。因为对，在这里我们指的是新建仓，对，新建仓。那么进场抢反弹和进场做多的区别是什么呢？在2月23日盘中要设定止盈，也就是股价到达209即出场。那止损呢是设在191.5，就是股价如果没有反弹而继续下跌，那在收盘，这是指的收盘，收盘只要跌破191.5，那么我们要在收盘的时候要出场。好，这是我们指的进场抢反弹。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在2月23日盘中股价是上行，那我们有网友的仓位呢说我不设止盈，我就是看多，我的目标是到217之上，我没有设止盈的位置，那您可以继续持有，如果上涨了，我们等待后续的加仓。对，但是一定要设好止损位。好，这是我们对于2月22日收盘之后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我还想要继续再说明我们的这些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之前在2月21日这个地方出场了，然后呢，视频当中你在2月22日这个地方又说可以进场，
那我在这个地方进场啊，成本比昨天出场的这个地方还要高，对。那我们说，这样一来，我还不如不去操作，对，我们等待它。那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是否还有意义？对，那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在视讯当中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每一次进场和之前的出场是没有关系的。出场要遵守出场的纪律。这个出场的纪律呢，在我们视讯当中，我们给出的是通常情况下，在 K 线图当中，例如这个下行股价跌破了前低，我们就要出场，我们一定会给出这样的一个叫做建议的。但是我们每位操作人员呢，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操作系统，所以我们说出场一定是要守我们自己的那个出场的纪律，这是一定要守的。那我们每次进场和之前的出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它是一个重新的开始。那通常我们进场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再展开来说，进场我们是从反弹开始。那从反弹开始，例如在2月22日这个地方，我们说给出这个建议要强反弹进场。那从强反弹一直到加到全仓，全仓的概念我们指的是50%的资金量。那如果我们从强反弹一直，假如股价继续上涨，到了合适位置，我们可以加仓。那我们如果一直加仓到50%，对，那再加仓到50%，实际上我们是不盈利的，对。我想还拉回到之前的这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建仓如果5%、10%、10%，说我们到了这根 K 线，我们是一直加到满仓的，加到全仓的。那是目前全仓是我资金量的50%，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一定是盈利的。那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是很焦虑的。我们焦虑什么呢？焦虑的就是说，我们股价是不是能够继续上涨，或者说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盈利？对。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操作建议当中，一旦仓位加到50%之后呢，我们要向满仓进发。满仓就是说要使用我们资金量的100%。所以接下来一个阶段是加到满仓的一个阶段。那加到满仓呢，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啊，我们依然会焦虑。我们焦虑什么呢？我们焦虑的是这个股价能否是继续上涨，能否让我加到满仓。当然我们之前给的案例还没有加到满仓。假如说我们已经加入到满仓了，那我们依然会焦虑。为什么呢？我们想把这个股价卖到最高点，然后出场。对，所以我们会看到，从建仓开始，我们又拉回到这个地方，从强反弹开始，我们的目标是要加到满仓，而一路上来，我们一定会一直处在一个焦虑当中的。所以在这样的焦虑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自己锻炼自己的交易系统，然后呢，让我们的账户当中一直会有余额，然后我们才能一直做这样的一个游戏。对，所以我想说呢，我们进场是从强反弹开始，在这个地方强反弹和之前的出场、之前的交易没有任何的关系。对，虽然它成本高了，但我们在这个地方强反弹，我们的目标一定是要突破趋势线的。对，所以现在的目标一定不是127，一定是237和这个位置。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建仓和之前没有关系。好，这是我们又补充说明啰嗦一大堆。实际上
我讲这些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对，我们每位网友呢，我们都经过这样的训练呢，然后把自己的交易系统锻炼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不做操作建议，我们只讨论空头。目前空头我们会看到，在2月22日盘中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我们可以打开当日的分时图，当日的分时图我们会看到空头是一路的下杀，然后到192附近这个位置会有多头的介入，我们看到会把这个股价又托起来，然后收盘价是在相对高的一个位置。好，那对于空头来说，对于2月23日，我们说，在202这个地方，它可能会有加仓，然后它的回补位，第一个回补位应该是209，所以在2月23日202这个位置啊，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这是空头的加仓位置。那空头在这个地方加仓，当然之前有建仓，它的目标一定是187和下方的162。因为我们看到对于 MACD 这样的一个指标，现在快线已经下穿慢线，然后出现微小红柱。如果按照这样的KD 值也是下行的走势，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走势向下的话，那我们说 MACD 的快线如果要下方测试到0轴，那股价一定会有继续的下行。对，所以空头目前的目标是187和162，加仓位是202，第一个回补位应该是209。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看法。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2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我们给出一个区间，是在199到203。我们依次来说一下，它里边涵盖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的区间是在199到202，10日均线值是在202到203。当日新生成的125日均线值在202，前高也在202附近，所以我们把这些值合并，第一个压力区间是199到203，第二个压力位是在210附近，是2月21日 K 线最高，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17。好，下方的支撑，第一个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92到193之间。第二个支撑是187，是这条水平线。第三个支撑我们给出是在182，182是2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这是下方的3个支撑。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在继续反弹当中啊，我们给出2种走势，但是收盘价是一样的。走势一是当日有可能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0，最高上方会到达213，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04附近。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根 K 线，并且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还留有一个小的缺口。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
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走势，并且收盘价在204。好，那么反弹的第二个走势，我们认为它也有可能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4，上方最高会到达205，收盘价会依然是收在204，但是走势不同，它会生成一个含有长长下影线的 K 线。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走势，然后收盘价在204。好，这是第一个叫做可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跌。那如果是下跌呢，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99.5，最低下方会到达188.5，然后收盘会收在189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一个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好，那第二个可能呢，其实我们是要给出一个警示，我们要谨防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下跌。我们给出一下依据，我们来看看大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好，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删，这是之前分析用的线。好，对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2月23日我们会看到收了一个长十字线，这是含有上影线的长红 K 线。我们会看到目前这个指数它已经是在20日均线值下方，在2月22日当日5日均线值下穿了20日均线值，而且是10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都是双线向下的。那这样一根十字线后续如果不反弹，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来跌穿前面，也就是说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所以说再出现一个实体长红 K 线，形成一个一星二阴的下行的架构。所以我们看大盘呢，我们要谨防在这里面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长红。当然我们大盘呢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低开，只要在盘中不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那这个指数很有可能会继续反弹向上的。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回到特斯拉的 K 线图，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谨防会出现一个实体长红 K 线。对，并且我们会看到，在1月31日，我们这一波齐涨的 K 线，目前，我们这个特斯拉股价的走势呢是优于大盘的，是好于大盘的。对，它距离1月31日呢，上方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再来看这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那对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来说，我们说在2月23日，它马上就要测试1月31日的这根齐涨的 K 线了。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月2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